构筑逻辑是围绕艾克、盖伦的单卡强度，将羁绊、装备等尽可能多的资源投资到艾克身上，以将其培养成一个难以处理的超级战士。因此，出装、强化符文、变异应该遵循这个逻辑。出装顺序是艾克的神装大于盖伦的肉装，等于减抗重伤来源。减抗最好是电刀，艾克的技能能弹到后排。离子范围不太够，强化符文除了伏击和野火转是看到必选，其他的推荐拿一些增强主 C 输出或生存能力的，尽量避免拿装备类强化，除非是光明装或光明重构这种能增益艾克的。变异的选择上也考虑拿避雷、法师护甲或深入敌阵这种增加艾克坦度的，不强求，能用就行，省钱第一。奥恩神器里艾克能用的很多，法系的装备都能用，比较好的是金身和明火，激发之匣也能用。盖伦的话绿甲还不错，阵容很简单，相信各位在其他攻略那里也了解的差不多了。你能启动没多久就找到2星艾克，那当然是一路顺风顺水，但是难点是没有2星艾克怎么处理。我整个阵容的重心都倾斜到了一个单位身上，他不2星，甚至有时候1张没有，那每波基本上都是被满入的状态。这也是很多朋友向我反馈的，阵容强度在线，但是下限也是出奇的低。难道只能怪这把运气不好，下把再来吗？当然不。你可以在艾克2星之前，把阵容里原本用于加强艾克的挂件卡替换成能承担部分输出任务的质量卡，比如这样。图中的兰博来之前是飞机，盖伦没有就用俄罗伊，魏比艾克先2星就魏先带战士装。你不是做了正义泰坦饮血这些吗？你可以给魏先用，反正有多的拆卸器。如果有转职，那么就既能保证下限，又能保证上限。比如2星质量位带伏击、野火这些转职一直用到底，也不会影响最终成型阵容中的艾克的满级半，这是能防因为地卡太差而速8的办法。那另一种可能烂掉的情况是物理装过多，如果按原本的构筑，只能给到史密奇和卡米尔这种大概率3不了的卡身上，2星吃这些装备完全是在浪费强度，主要是艾克没有受益，这违背了阵容构筑逻辑。在物理装一出的时候，我们可以拼飞机这套，4野火4极客，在4阶段能让你不被满入，保证了下限，后期多 C 做满也还是有成型实力的。如果你在3阶段就嗅到了烂装备的可能性，那就应该提早规划玩正牌的外交。图中的艾克刀疤这一组先用，最后换成兰博瑞尔，乌鸦的位置是吸血鬼，上9补个蚂蚱就是原味外交。第2套外交乌鸦。特别感谢家人今天吃村草，向我分享他关于这套阵容的进阶理解。阵容构筑4个外交官加 C 位乌鸦，一般常驻弗拉基米尔给盖伦开监察，剩下的位置是给乌鸦开双行和司法的，最好当然是伊利斯和勒弗兰，没有就先用低费法师和幻形替一下。在8人口有杰斯没有妖姬的时候，勒弗兰和血鬼这一组可以换杰斯和普朗克，司法变成4幻形。核心装乌鸦要一个大天使，安贝萨的夜刃能保证它的基础输出。乌鸦的启动，云顶用龙刀，铲铲用头盔。核心理解，乌鸦的顶级异变或盖伦的坦度，对这套阵容的强度提升明显，比如绝不浪费、连杀、根深蒂固。征服者100层有个小妮蔻，前期围绕征服过渡尽量赢。海克斯至少要1个经济，为什么呢？因为第4点核心理解是，我们这套阵容不同于常规3费，它是要4-2拉8地牌的，并且外交本身构筑就贵，所以要1个经济才能追3。最后一点是对位对方后排 C 位的同色，这样乌鸦的技能可以偷到后排，并且这能和前排杰斯锤走头顶上的单位产生 combo， 这是实战表现。强度是有的，成型有一定难度。最后是3套可以尝试但不作为常规上分策略的阵容。95桥本亲子分享过类似的构筑，要连胜过渡，要双经济海克斯，没有不建议玩。节奏是2、3阶段赢，4阶段放血，5阶段上9启动。核心 C 位是铁男和兰博，半神螃蟹。陶浪一发过视频，枪瓶霸王东也分享过理解。这套对装备胡牌的要求比较苛刻，需要一定的螃蟹数量，要有渴望能量的异变，吃掉带狂徒死亡之刃的祭品，一般是色提。
有释放野兽的海克斯的话会很强。常规局胡螃蟹的话可以给吸血装，这样玩下来就可以不强求渴望能量。5试验品鼠鼠把螃蟹当坦克来看。最后一套是弹幕问的比较多的玫瑰老鼠，羁绊看起来是拼得漂亮的，卡也用的都是好卡，但是黑莓羁绊只起一个召唤3N 的作用，后续补的妖姬和老鼠也不共享一套减抗装。4阶段锁血能力不如5试验或者3试验拼质量的鼠鼠，所以目前我的看法是可能强度一般。还有一套外交鼠鼠，但是我觉得盖伦和蒙多有点互斥，而且排位也没怎么见到过，所以说这里就不做展示了。感谢观看，感谢你的投币支持，我们下期再见。